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哦，你这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在一个宝库里面看到的，觉得还不错，就带回来给你玩。这应该不是个单纯的镜子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面镜子只要有灵力，即便两面镜子相隔万里，也能看到对方的状况。可惜画质没有手机的清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很喜欢。撒谎，不喜欢就碎了。啊，你干嘛呀？我喜欢，你还我，这可是你专程给我带的礼物，你给我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暴躁的祖宗也有像只小猫的时候啊。
哦，我的镜子。这个镜子要是多几面就好了，可以放到各个地方，再把所有画面都聚集到这一块上面，那不就是直播啦？直播？直播是什么？直播就是你能实时看到各个地方的情况，比如啊，把这个镜子放一面到庚辰仙府大广场，我们就能看到弟子打架比武；放到闹市街坊呢，能看到市井生活、人间百态。甚至还可以放一面到山林花树里，野生动物大型生活录，岂不是美滋滋？听起来不错。以后你若听到声响，聚集灵力，敲敲就行，就能看到我想看的啦。师祖，司马娇，为什么这些人看不见我们也不会撞上来啊？我用隐身术隐蔽，这些人修为低下，感觉到强盛的气息，自会避开。你受伤了也管用啊？就算我重伤未愈，这些人远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我们一直用隐身术不就好啦？隐身术消耗的灵力较多，我如今只能保持片刻时间。对哦，你现在重伤未愈，各种高阶术法也失灵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低调点吧，毕竟逃亡嘛，不是度假。这些事情你无需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到哪里都是度假。这发言真够霸气的。话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一路走来，感觉越来越偏僻了。洛河仙方，一片普通人和修仙者杂居的方式，是庚辰仙府最边缘的地带。怪不得这些人看着都不会术法的样子，修仙者也很少，更像是凡人居住的地方。都是一些被排挤或者修为不高之人罢了。那我在这里，是不是也算大佬啦？如今，你已经达到化神后期，只差一步，就能进炼虚。什么破地儿！你们动作给我小心点，把我东西弄坏了，要你们狗命！这阵仗，刚刚那两个人什么身份啊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想看？见过没有？仔细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吗？不认识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见过吗？司马娇，快追，在上面！你们两个往那边去。好，你们跟我来。是。这边。什么人？刚才
是否有其他人进来？你们是都没长眼睛吗？还是说这是你们的房间？我堂堂幕府兄妹二人，要给你们让位啊！师姑，最近确有传闻，幕府老爷的外孙子女要来此处求学。不过是一些攀附我们施家的无名之辈罢了。走。给你玩。这是那对刁蛮兄妹。是。我们不是去向诗千里复仇的吗？扮成他们这样干嘛？你让我低调些，我便以这二人的身份掩人耳目。他们是外府穆家老爷的外孙子女，穆家与施氏一族多年联姻，便是施氏一族的势力。但幕府在洛河仙方这一边缘地带，位置隐蔽，以他们的身份，不会被施千里察觉。哦，明白，大概就是方便咱们复仇，又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天无涯死了，司马昭，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在白鹿崖等了司马昭半晌，不见我就算了，他明明知道我是为了天无涯来求情的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把他给杀了。这天无涯向来与我们交好，现如今我们连他的性命都护不住。这要是落在其他公主的眼里，恐怕会怀疑我们平定内乱的能力，怕是日后不会再听您的差遣。此番司马昭对天无涯下手，怕是没那么简单。他这是在敲山震虎啊！难道他察觉了我们的计划？他若是真的察觉，别说是我们施氏，连整个庚城仙府都有可能被他毁了。照我看来，他应该是还不知情吧。师祖，诗仙侣正在召集其他各大宫的公主。果然是沉不住气了。但是天无涯已经死了，即使想要扶持新的公主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啊。他召集他们干嘛呢？无非是封印我，或者杀了我。翻来覆去，不就这些伎俩吗？如果封印我，看来他的功法已深不可测。他若杀了我，他如何敢对您动杀心啊？如今庚辰仙府只有您才能供奉灵火，他是不想修炼了吧？才做如此愚蠢之事。若想杀我，他背后的心思就有意思了。想必天之宫公主的事情，大家都已经听说了。这师祖实在太过残忍，堂堂的一宫之主，说杀便杀。唉，原本以为师祖只杀殷流年那等敌对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师祖的疯魔性子啊。他既然杀了天无涯，那就说明他仍旧对当年上一辈封印他之事耿耿于怀呀。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，重启封印阵法，将他封印。如今天无涯已死，新公主又尚未成气候，凭我们几个够吗？唉，师祖生来性情古怪，从小便残忍嗜杀。我本想去感化于他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已然是无药可救啊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那石某此番也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好，有师掌门相助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大家都同意吗？叶公主，若司马昭被封印，
我便更难寻到杀他的机会了。40之宫的袁公主看似有话要讲，不知是何意？我觉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若贸然启动封印阵法，我们必定会两败俱伤，恐怕本宫的弟子全部要搭上。这样的代价，是否值得？我们可都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他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天乌崖便是个例子。我袁某人就没喝过司马氏的血。哎呀，你没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不代表你先祖没喝过呀。师祖难不成会放过你？那天无涯怎么死的？天无涯是因为偷了灵脉，才会被师祖惩处。若大家对师祖没生二心，师祖也未必会斤斤计较。哦，我知晓了，袁公主，你是因为你那40之宫的小弟子得了师祖的青睐，你便犹豫了。荒唐！师祖，果然如您所料，诗仙侣已经召集其他公主，在商议要封印您的事。除了40之宫的公主没有听从，其他人皆同意了他的举措。不过入灵没有表态。40之宫，师祖，恕罪呀！真新鲜，八大宫竟出了个聪明人。按照您之前的推测，诗仙侣现在的修为已经颇高了，能代替天无涯行封印之术，至少也是个合体。说不定已经攻至大成了。那岂不是和师祖现在一样？他也配跟我比吗？诗仙侣应该会利用袁彻的弱点为他所用。不过这个袁彻，我之前并未留意过。你去找找，看他有什么软肋。是。且看我们谁能赢这一步棋了。父亲，这袁彻如此冥顽不灵，定是个贪生怕死之辈。看来得需要用点手段才行啊！你小瞧他了。此前师祖出山，他如同神隐，万分的谨慎小心。现在他攻下那个弟子廖廷彦，深受司马交的信任，那他更不敢轻易的开罪他了。想要让他反，就得拿住他的七寸了。哎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儿子？叫袁商啊，之前因为灵根受损而郁郁不得志啊。袁彻为了他呀，可操了不少心哦。等我寻个机会，杀了这袁商，再推给司马交。你要弄死他？也不是不可以哦。哎，谢谢你们，放那儿就行。让我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。这少女心的颜色，还有淡淡的花香，不会是封情书吧？小传，还好我认识。今夜子时，白露崖下，埋云花旁，不见不散。怎么连个落款也没有？鬼知道谁写的。难不成是司马交？他今天又要来找我？不，这种粉色香香花间不可能是他那个钢铁直男干出来的。那这语气，
难道是原神的老情人？不能去，不能去！阿姐这么一个精神不稳定的老板，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，再多一个前任。已经是寅时了，这廖天竟然敢3番4次的无视我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去，怎么又来？啊，好痛！有没有人啊？哎呦，没事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师祖，不然120没来我就要挂了。师祖在哪儿？师祖！这里是师祖的私人领域，在三圣山的时候，是蛇兄带我闯进去的。这次我自己跑来，可一不可二，万一他生气了怎么办？好痛！醒醒！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反噬？张嘴！咬！咬啊！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不用力。救人比杀人难多了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指尖。当血墨一面山河凝变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烈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思念，人最间爱最幻灭。最爱无言，如果了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生生世世不悔。有生之年我只杀人，几次救人都是因为你，偏偏你却如此无用，连我的血脉都承受不住。弹指间悲欢变，最爱无言。如果了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悔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好冷啊！周围怎么这么暗啊？这不是师祖的血凝花吗？
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报错抱枕了？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我怎么好像突然有了千里眼跟顺风耳啊？感觉动动手就能移山填海。老板，我好像变强，师祖，师祖。还活着，吓死我了！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哇哦！楚夜，一晚上你全都弄好了，是不是用的法术？辛苦了。李府帮了我不少。你也辛苦了。啊哼，啊哼啊哼，啊，啊哼，女儿啊，这个死丫头，给我出难题，让我找什么定情信物，我翻了好半天呢。你和娘亲的定情信物是什么呀？哦，定情信物啊有很多，都随你娘葬了。啊，但是我找到了这个，给你看一下哦。这个是我第一次见你娘的时候，你娘拿着它，在河边搓衣服。都用成这样了，还能洗衣服？在没有遇到我之前，它的确还有这个功能。怎么能用成这样呢？是不是很好奇？那这个就送你了。真的？那谢谢伯父了。哎，你怎么什么都要？这是伯父第一次送我东西，我怎么能拒绝？等这次展览会弄完了，我好好把它珍藏起来。好好的拿着，说不定以后很有用，好用啊！那个外面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爹爹奶奶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去吧啊！好好用，谢谢伯父。好用啊！我亲爱的岳阳城的朋友们，你们要是有什么关于爱情的信物呢，现在就可以交给我们，我们会把它放在马车上，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，
每人会得到1文钱。3天之内有爱情信物送到第1枚的，我们会有额外的小礼物送给大家。好了，大家现在开始有序的排队吧。都先排好了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这边，谢谢，我的，谢谢，下一个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这感情酒啊，人没了他还在呢。谢谢，谢谢。太臭了，能不能看着点收啊？这是爱情见证还是杀人证据啊？可别胡说啊！这是无忌臭豆腐掌柜夫妻的定情老汤料。哎，够别吃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在哪儿呢？刚才还看到过呢。楚叶，你看他俩是一对儿。这么巧啊！快打开信，看看写了什么。我多想遇见你，可山南水北，你我之间，人海如潮。今生来世，来世今生，谁能聚首再相逢？明白了。男子和女子5年前是一对情侣，男子是外地人，女子家人又不许他远嫁，男子就想搬来岳阳城。可是他也是家里的独子，他母亲认为待在岳阳城就是入赘。一对有情人就因为长辈的反对而分开了。男子临走之前，把如意的另一半给了女子。这感情明明是2个人的事，长辈还要多管闲事，唉，真是糊涂。还去。哎去！谁骂我？2个人各自结婚以后，生活都不幸福，而且都已经和离了。男子是经商路过，几日后便要离开。哎，可是他不知道女子也已经和离了。不行，我要把他们俩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你觉得他们会来？当然了，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第一个喜欢又没有得到而成为遗憾的人。真庆幸，你第一个喜欢的人是我。那你第一个喜欢的是人还是神仙呀？当然是你了。你活了1万年，这1万年都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我在天上总是独来独往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。这就是万年单身。
各位乡亲父老，我们的恋爱私藏馆现在正式开业啦！欢迎光临啊！欢迎光临啊！快来快来！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快进去吧！啊，走一走，请进，里面请，请，欢迎光临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呀，进去看看，有意思啊，好像还蛮有意思的。是啊，真有心。好，这个故事我讲是一个极其看不爱情竞争的项目。你看这个呀，那个是风筝。想想看，是啊，这个下，我也想想。有一个想法，我去那个地方。我也是。你看这个，出掉好。这个怎么做到的呢？逍遥。这个鸽子的主人与他相爱之人分隔两地，于是派着鸽子给他们送书信，一送就是1年多。终于，他的主人和他的爱人终成眷属，可是他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为了纪念他，他的主人亲手做了这个，你们慢慢看。云川，你来了。小雅，我懂，我都懂。你懂什么了？嗯？我写的这么感人吗？公子，男儿有泪不轻弹啊。我没哭。我知道，沙子飞到眼睛里了嘛。公子，我觉得吧，咱们就多此一举进来，是不是给自己徒增烦恼吧？你不懂小雅，她真是个好女孩。她不忍心直接拒绝我，而且考虑到我的感受，只能用故事来暗示我。他把楚爷和他的故事写得那么详细，就是在给我解释我输在了哪儿。他这是在袒护我的自尊心啊！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你那辆墨水根本无法领悟。他是把我当成真朋友，所以大费周折地开这个私藏馆，收集这么多故事来开解我。他就是想让我明白，这世上有太多的情非得已，也有太多的爱而不得。公子，你想多了吧？这私藏馆跟咱们也没啥关系啊。有。让人羡慕。你看这个呀，哎，他们为什么不说话？这个时候不用说话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找什么了？找信物啊！别的恋人之间都有故事，我们的故事是什么？哦，楚叶送过小雅好多礼物，你呢？你送过我什么？为什么别人都有，就我没有？梨花醉。什么醉？别转移话题。李府，你今天要是不答应，我就生米煮成熟饭。那个故事能讲吗？哎呀，虽然结局是美好的，但是这个过程太耻辱了，我这辈子不想让第4个人知道。什么？还有第3个人知道？是谁？我说错了，我是说不想让第3个人知道。所谓定情信物，当然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回忆了，所以不能是太随便的东西。对，越有我阿金的特色越好。要不我们去街上逛逛，给你买点礼物。走。哼，你竟然看别的姑娘？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在想，你第一次穿女装的样子，不然我再给你买套衣服和一些首饰。第一美里摆着一套凤冠霞帔，你让我展出一套平时穿的衣服，铁定被人比下去了。哦，有道理啊。你嫌弃我没有女人味是不是？难道你喜欢刚才那样的？哎呀，没有，你什么样子都好看。走，去看看别的东西。来，情侣买1送1，2位随便看看。李府，我们要不要来这个？礼物应该是能留着纪念一辈子的东西，怎么能是个糖人呢？我饿了。全家福拼盘，看2位是情侣的，再赠送1壶酸梅汤。我送你一个猪尾巴，以后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，甩都甩不掉。那我就送你个猪耳朵，以后你开口啊，我随叫随到。那我就送你个猪蹄子。送这个就太奇怪了吧？哪里怪啊？猪蹄子呀，代表我们同进退，共患难。有道理。才第1天呢，就有8对情侣破镜重圆了，15对递交了媒书。明日我把这消息告诉云川，他肯定很开心。他这个御史终于要扬眉吐气了。他应该感谢红鸾树。红鸾树，红鸾树也是他救活的呀。不许给我老提他。吃醋啦？怎么这屋子里还有风啊？
哎呦，这眼睛都迷上了。哎，快走走走。哎，伯父，我先走了。哎你，哎，这臭小子。爹。爹爹。女儿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呀？没有啊，没有。爹还没有老糊涂啊！一个男人突然反常，要么呢就是为了钱，要么呢就是为了人。他现在把钱都掏给了你，所以他开始惦记你这个人哎呀了。，爹，你别乱说话。爹说句心里话，我觉得云川啊比楚叶更适合你。你想想啊，朝廷有人好办事儿啊，咱也是为了这第一枚能够长久的发展，所以哎呀，爹，我跟他没可能，不要乱点鸳鸯谱了。我承认，啊，楚叶在各个方面是比云川逊色一些，但也凑合吧。如果他愿意这个入赘的话，我是。哎呀，爹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这怎么感觉这个臭丫头有点像以前那个楚叶了？啊？上官小姐，我们家公子要见你。行，走吧。上官小姐，我们家公子只想让你一个人去。红豆，你们在这儿等着吧，我自己去。好，走。红豆，这是我们家公子精心为你准备的地方。我来找他述职的，怎么约这么远？我也不知。上官小姐，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我们家公子？这是什么？我们家公子最近胡思乱想，心思重，我给他求了个符，让他心静。可是我不太敢交给他。我帮你给他。那就有劳上官小姐了。小胖子，你的人生太苦了，需要多吃几颗糖。我每天的乐趣就是趴在墙头等着你。你丢给我一颗糖，当时我能甜一天的心里。以后第一枚的事儿交给我好吧？萧雅，以后我保护你。还不错，
我也很感激当年的自己，救了你，所以这样，你才能出现在我面前啊。这是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不会再和我有结果，所以就修建了这座试炼私藏馆，想要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。云川，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一厢情愿。现在我想通了，我在岳阳城设置了恋爱保障金，我想用这种方式，让那些恋爱的人勇敢追爱。如果他们成心的话，都可以在我这儿领取奖励。这对岳阳城的有情人来说，真是个好消息。谢谢。这是我能为岳阳城的姻缘，也是为第一美能做的最后一件事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你给我求的平安符。这是我们希望你能找到幸福，找到一个更好的人，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良配。真的？其实，真正爱一个人，不需要什么利益交换，没有那么多需要说的话，只要你在他身边，他在你身边，就足够了。来，让一让，麻烦让一下。走。大喜事！来尝尝，这糖葫芦特别好吃，特别甜。怎么了？这掉下来的时候，可有旁人在场？只有咱们府上的人，没有别人看到。传我的命令，就说姻缘神生辰将至，将这几日百姓的姻缘活动改到姻缘庙去。是，可是这根祈福带……替我交给小野，记住，别乱说话。是。这是我们家公子让我给您送过来的。昨天风大，把您的祈福带吹掉了。昨天没有风啊。有啊，也许是红栾树刚救活，还有点脆弱，经不起风。公子下令已经让百姓去祈福了，他已经先去姻缘庙了。怎么好端端的掉下来了呢？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我先走了。小雅，你发什么呆呢？阿星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？什么天意啊？那日我在红栾树下许愿，想和楚叶永远在一起，但昨天他就掉下来了，是不是上天在给我暗示？红栾树被救活，岳阳城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按道理说，楚叶和李府就可以回天界复命了，这谁也拦不住啊。回去复命？你不希望他们回天界复命？当然希望了，只是……哎呀，先别想那么多了，等姻缘彻底恢复好再说吧。你现在想那么多也是自寻烦恼。我该去衙门了。
居然还敢逃！再逃就关你个10年8年的！看来靖哥今天很生气呀，不知道这鞭子打到身上是什么感觉？那肯定很疼，很酸爽啊！咱们可受不了。是，咱可受不了，还是李兄受得住啊！厉害厉害。水没了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喝水啊！我再给你包个橘子吃吧。哎呀，有些人啊，就无福消受了。靖哥果然不是从前那个气气哥。我们就先走了啊！对，走，来走。小样儿，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。最近姻缘乱象有变好的趋势。啊？那你什么时候回天界？我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什么问题？你觉得天上好还是人间好？天上和人间各有所长吧。天上很美吗？亭台楼阁、花鸟鱼兽都很美。人呢？当然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天上女子美，还是人间女子美？这按理来说是天上的更美。天上有传说中的嫦娥、七仙女，但其实你知道吗？她们都不是最美的。这最美的嘛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！李府，哎，快！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说。哎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根据我上万年丰富的经验来看，上官雅之所以生你的气，是因为你在回答他问题的时候没有做到认真、专注、细致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哎，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若陪女子逛街，说都好看或者随便哪一件，都会引起她不满，因为她会觉得这是敷衍。若你是说，哪一件物品、哪一个细节特别适合她，那自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心思敏感细腻的人呢，都不喜欢别人敷衍自己。你没有让他感受到你对他问题的重视，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当务之急，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在敷衍他，恰恰相反，你非常的重视他。那我怎么才能让他有这种感觉呢？他问你什么来着？大概就是天上好，还是人间好？啊，那你怎么回答？各有所长啊。哎呀，太笼统了，必须要提出自己的观点，然后分别列出天上与人间好的地方与不好的地方，一定要尽可能的详细，最后再做个总结。你这问的叫什么问题啊？你用得着问他吗？你路上随便抓一个都知道仙女好看，人家回答的有什么错？这能一样吗？我不是担心他回去以后，天上那么好，那我……你这就是自寻烦恼。他走了之后，你还能知道些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他找10个8个漂亮仙女，你也不知道啊。对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也不是，也不能这么说。那好比人间夫妻，寡妇死了丈夫，官夫死了妻子，总不能就立个牌坊，一辈子不嫁人不娶妻了吧？是不是？对嘛，你想开点儿，现在开心最重要。你去跟他好好聊聊。我还有事儿，先出去一趟。我现在都说了哪些了？天界的好处，众生平等，没有疾苦、病痛和死亡。那人间的坏处呢，和天界正好相反，生老病死、贫苦病痛、卖儿卖女，唉，为富不仁。这么看，天上确实是比人间要好。再加一条，天上的神仙比凡间的人都好看。哎，这一点我赞同。小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我怎么来了？还没写完，还在修改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你不是说这能得到他的重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臭神仙，臭鼠爷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这小雅又跑哪去了？
天上这么好，跑来人间招惹我干嘛呀？天上的女子又漂亮，还会法术，也不会老。天上没有疾病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轮回。你说这人间哪儿好啊？哪儿都不好。早点回去不就行了吗？真是的，烦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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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得远点了，来这里还被困住，这就是天意吗？